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样一种人，家里的一个布局住久了呢，就总是不满意，一会儿挪到这儿，一会儿挪到那儿，总要折腾折腾。这不就我吗？事情呢是这样的，我很想在卧室里放一面大的穿衣镜，但是我嘞很不喜欢卧室里面有一面大镜子正对着床。他不是不喜欢，而是他很害怕。你小时候没听过那种鬼故事吗？就是一到半夜的时候，就有个什么女的坐着就梳头，你不害怕吗？我也害怕。由于这个镜子位置的局限性呢，就导致我们卧室的整个布置都需要有一个重新的规划。所以呢，趁着这个重新规划的功夫，顺带给大家安利一个特别好看又很实用又很独特的一个小设计吧。那今天我们想要安利的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跟我们有没有一样的困扰，就是总有一些过夜的衣服，你可能只穿过1-2次，它已经脏了，但是你又不想洗，又不能挂回衣橱里，把它们堆在椅子上总不是个办法。所以我们之前呢，就是买了那种非常基础的落地的那种小衣架，然后把它们挂在上面。由于是落地的，所以也很容易积灰，也不好打扫。之后就想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东西悬浮起来又好看又容易打扫，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工业风的管子的衣架吧，也没有啥新鲜的。你们可能从很多别的地方也看到过了，它也很容易买到。但是嘞，它有2个问题，一个是这个东西很重，管子本来就很重了，挂上衣服之后就更重了，所以它一定要钉到墙后面的木梁上，你用膨胀螺丝是不行的。但是它自带的这个间距后面不一定刚好有你的木梁。第二个问题，它这个间距嘞通常很短，你看我这个衣架啊，根本没办法舒展开，它有时候会戳到墙上，所以你可能需要自己做一些改造和调整。所以我们就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把这个衣架挪到这面墙上，墙后的木梁我们已经找好了，这个衣柜呢就会挪到窗边去，这样一来这面墙就空出来了，空出来之后镜子就能够放在这面墙上，然后某个人以后就不用害怕了。可不要摔呀！没事，摔了也行，只要你陪我就行。我们家卧室这块有一个bay window，你说巧不巧？这个柜子的宽度刚好是这个的宽度，所以能非常完美的放在这儿。而且宜家的这个柜子呢，还有个好处就是它上面有一个玻璃，这位朋友就可以在这儿摆花了，水之类的也不用担心会渗到木头里。我觉得照这么下去，我们得出一期如何补墙的视频。上次我们在装在那面墙的时候，我通过组合这个管子的长度，让它保证它2根正好是钉在 stud 上的。但是你看，我们把它挪到这面墙的时候，这面可以钉上，但是这边就短了一点点，或者是这边钉上，这边就短了一点点。所以我还得通过组合一下这个管子的长度，然后看看能不能搭上。这里边呢有它自己自带的管子，也有我们自己从 Home Depot 买来的，就是为了能组合搭配出我们想要的长度啊。包括这些配件都很容易买到，你只需要买来之后给它喷一个漆就可以了。它原来是这个短管插在这儿了，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替换成长管了。我们去试一下，看能不能搭上去。可以。我俩捯饬了半天呢，进入了一个瓶颈期。这个其实已经安好了，然后我们也测量了一下，它是完全能够放到墙上的2个木梁上的。但是呢，我们有2个问题。一个是它的节数太多了，这么长然后卡住，这么长然后卡住，然后还额外有2节。第二个就是中间还有个这么奇怪的东西卡在那儿，这个是基于我们手上有的管子和连接做出来的最好方案了，对吧？那其实呢，如果我们现在出去再买2个零部件，可以有一个更优的解。所以今天我们就决定不慌上墙了，去 Home Depot 买一个管子，然后喷好漆了之后，下一次我们重新组装再上墙。如果我们勉强把它弄上去了的话，肯定以后越看越难受，越看越难受，然后2个礼拜之后就把它卸下来。今天我们就到这儿。这个傻子找不着我了，在这给我打电话呢。就是这个地方啊，它有
各种粗细的、各种长度的，所以你一定能组合到你想要的那个长度。我需要一个12的。好，这是它。管子也买回来了，然后把它装上去，替代这一节儿，并且把这个拿走，可以吧？可以可以。这个就是我们新买的，它的颜色是这种就是铁色，所以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喷漆喷成哑光的黑色就行了。你看多漂亮！这个漆已经干了，是不是超好看？我们在替换了这根管子之后呢，它的长度就刚刚好，现在它完全不会撞到墙上，可以随便挂它。